那在这期影片呢，我会跟大家分享 IB 盈透证券要如何下单以及如何出金的一些资讯。那一条龙的美股券商的使用教学啊，好让你入门美股啊就是简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吹这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美股券商 IB 盈透证券的开户以及入金教学。因为有非常多的投资成长家，他询问我说，Kevin， 你是使用什么券商来投资美股的？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按赞并且点烂这个小铃铛，那你就可以在每周的第一时间收到我的影片通知咯。那我会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我的美股投资攻略的话呢，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马上开始。首先这期影片呢，我会分成几大部分去进行介绍。那我会将时间序列呢放在影片的下方这边，好，那大家呢可以先看完一遍之后呢，好，再复习你想要看的章节哦。那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在使用 IB 盈透证券呢？那这边呢，我调查出几个我最常听到的优点，好，那我认为是蛮中肯的啊。第一个就是啊，它可以直接购买美国公债。你想要购买单一的美国公债吗？那你可以直接去使用 IB 盈透证券，它只要使用1000块美金就可以购买单一的美国公债咯。那如果是其他的券商的话呢，那它的债券购买的价格啊，就是不止1000块美金的，而且有非常多的券商啊，是根本没有提供美国公债的购买哦。那第二个优点就是啊，你可以使用 IB 盈透证券啊，去购买美股哦，就像是我现在列出来的这些美股，你都可以购买，甚至呢，你还可以投资全世界超过150个投资市场的股票，那你只要想要投资都可以申请。那这些投资市场啊，就包含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和现在经济正在起飞的越南还有印度的股票，你都可以购买哦。那第三个优点就是啊，它可以使用小数股进行交易。你想想看哦，如果你只有100块钱美金，你觉得你可以购买特斯拉、Netflix、Google 跟亚马逊吗？答案是不可以哦，因为你100块钱美金，你连一股都买不起。但是呢，如果你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的话呢，你还可以将100块美金啊分成4个等份哦，就是25块钱。那你可以用25块钱啊买进 Netflix、特斯拉、Google 跟亚马逊哦。那第四个优点就是啊，连续5年啊被巴伦周刊啊评比为最佳的互联网券商哦，就是网络券商啊。那巴伦周刊到底是什么样的周刊？它值得我们相信吗？巴伦周刊啊，它就像是华尔街日报跟纽约时报一样啊，都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周刊。那它除了被巴伦周刊评比为最佳的互联网券商之外呢，它还有其他的荣誉，包含什么最佳日内交易券商日内交易就是当冲的意思啊。因为呢，盈透证券呢，它可以取得非常好的订单的报价，所以呢，它才会成为一个最佳的日内交易券商。同时呢，它也是新加坡、英国、印度等地区啊票选出来第1名的网络券商。所以呢 Kevin 自己啊就是有使用这家券商哦，那我使用它呢去购买荷兰的艾斯摩尔还有印度跟越南的股票。好，那如果你是使用其他的券商，像是 TD Ameritrade 或是 First Trade 的话呢，是不能购买这些股票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 IB 盈透证券的图解开户教学。首先呢，我们要先准备以下4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身份证明文件，第二个东西就是地址证明文件，第3个是你的私人 email， 以及第4个你的私人手机。我之前是使用护照跟身份证来进行开户，但是我后来发现啊，我们只要使用身份证就可以一次当2个证明文件。你身份证的正面，也就是你有人像的那一面，你可以当你的身份证明文件，你的背面可以当你的地址证明文件。所以呢，你就不用去办护照了。这样就代表说啊，一般投资人啊，就算你只是一般的人，你没有办护照的人，你都可以开盈透证券哦。好，那准备完这些资料之后呢，接下来第2步骤就是先到我下方的留言栏去点击 IB 盈透证券的官网连结。好，你只要点击进去，你就可以开始开户咯。那这边 Kevin 想要劳烦一下各位请大家帮我点击这个 IB 盈透证券的官网连结。好，因为 Kevin 非常需要一些点击率，然后来统计一下这部影片的成效。那你只要点击并且浏览官网，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以及肯定哦。好，那你在下方的留言栏，你应该有看到第2个连结。那这个第2个连结啊，就是 IB 盈透证券的专属推广连结。那你只要使用这个连结，你最高就可以获得1000美金的开户礼哦。那这个1000美金的开户礼应该要如何获得呢？
首先你只要使用我这个 IB 盈透证券的专属开户连结，并且在开户后的30天内存入1万美金，你就可以获得1%的 IBKR 的股票，也就是100美金的 IBKR 的股票。那接下来呢，你账户每增加100美金，你就可以获得价值1美金的 IBKR 的股票。那每个账户呢，最高可以获得1000美金的 IBKR 的股票哦。这个赠送的 IBKR 的股票它每天会根据你的账户的平均余额去进行调整。那此时赠送的 IBKR 的股票是还不能卖出的就是你要开户满1年你才可以卖出这个 IBKR 的股票。那我来举个例子假设你开户的时候呢，你入金了1万美金进去，但是你1年之后呢，你的账户当中有10万美金，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的 IBKR 的股票会有多少？就会有1000美金他会看你1年后你账户余额是多少，然后给你多少 IBKR 的股票。好，那我们先点击我们 IB 的专属开户连结，那点击进去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就会跟你讲说你可以获得最高1000美金的 IBKR 的股票那这边的话你就点击 Open Account， 那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我们选择繁体中文。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等一下的开户界面就全部都是繁体中文了。那这边填上你的电子邮件，然后呢填上你的用户名称跟密码。那用户名称跟密码就是你每次登录的时候呢都要填写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你这边有一个国家跟地区，就填写台湾。那这边的话呢，就点此开设账户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开户到一半，你忽然间发现说我有一些急事要处理的话呢，那怎么办？好，那不用担心这个 IB 盈透证券它可以让你中断开户之后呢，也可以点击左下角这边，然后来持续上一个步骤我是觉得还蛮贴心的啦。好，那我们点击开设账户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的话呢，它就是跟你讲说，它有寄一封验证信到你的电子邮件当中，你就会看到这封信里面有一个验证账户，你把这个验证账户给点击下去。点击下去，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啦，你就把你刚刚的用户名称跟用户密码给填入，然后按 Login。这界面的话呢，它会要你选择你的客户类别，那我们都选择个人的。好，因为我们一般的投资人就只能使用个人的一个账户那我们这边选择繁体中文，因为我们只要选择繁体中文，那接下来我们所有的开户资讯我们都可以使用中文进行填写，我们就不用将我们的地址翻译成英文我们就全部都是使用繁体中文。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击继续。那接下来你会来到这个基本讯息的这个页面，这边有一个黄色的这个框，你一定要确认你有这个黄色的框这个黄色的框是跟你讲说，你正在进行的是推广账户的申请你有这个东西，你这个申请成功之后，你之后入金，你才可以获得1%的 IBKR 的股票好，那这边的话呢，有个姓名跟称呼，你就跟你的身份证明文件上面相同一样的把它填写上来就可以了。那这边有个叫做 First Name、Middle Name 跟 Last Name 的部分，那这边就填写你的护照的英文名字。好，那如果你没有英文名字的话，那也不用担心，你来到这个网站叫做外交部领事事务局这边，然后你输入你的中文名字，你就可以翻译成英文咯。那我们这边就使用它的通用拼音，我们就依序把它填上去。好，大家不用刻意把它倒过来。好，所以呢，我们黄晓明的 First Name 就是黄，那 Last Name 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明OK。那往下滑，这边就要填入你的地址，就是你身份证明文件后面的那个地址。好，大家不要填写你的什么邮寄地址或者是你现在的居住地址，你要填写的是你身份证明文件后面的地址我这边来假设是一个宜兰县员山乡整山村59号。宜兰县的话呢，你就填写在 A 的这个地方。那员山乡的话呢，你就填写在城市这个 B 的地方。那整山村59号的话呢，你就填写在这个地址 C 的地方。然后接下来你再将你的邮递区号给填上来就可以咯。好，那下面这边的话呢，有个邮递地址与此不同。那如果说呢你要勾选的话呢，就是它如果 IB 盈透证券以后有寄纸本的话呢，它就会寄到邮寄地址。但是呢 IB 盈透证券它现在都是使用电子的方式，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是没有勾选的。好，那下面的话呢有一个叫做电话类型，就是填写你的手机电话。那如果你是台湾的部分的话呢，你应该是09，然后呢后面是叉叉叉叉，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填写的是国际码，所以呢我们要把前头的那个0给去掉，好，加上886，所以呢你的手机号码要写886，然后呢912345678OK，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往下滑，这边要填写你的个人资料。那出生日期的部分的话呢，就填写西元的出生日期，婚姻状况照实填写。
供养人数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不算你自己的供养人数。那税务居住地的话呢，就选择台湾。那纳税识别号的话呢，就填上你的身份证字号就可以了。那这边有一个叫做我有纳税人识别号，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打勾，因为如果你没打勾的话呢，你就要被扣美国人的税，它是连资本利得，就是价差的部分都要课税哦。那所以这边的话呢，一定要打勾。那这个一开始的话呢，就已经打勾好了，所以大家就不要把它给取消就可以了。好，那再往下滑的话呢，就是身份证明。他问你说你身份证明文件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那这边的话呢，我就写台湾，我们的签发国家是台湾。那文件类型的部分的话呢，我就希望大家都是使用国民身份证，因为国民身份证最简单，而且国民身份证它也没有有效期限，所以呢，它都是一个永远的有效证件。但如果你是护照的部分的话呢，它是有效期限的哦。好，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就选择国民身份证。号码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填写我们的身份证字号。那这边的 ID 有效期我们就填写否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填写雇佣关系。那这边的话呢，我填写受雇。那接下来这边他问你说，你是不是任何经纪商，或者是你是投资顾问吗？好，那这边的话呢，我都不是，所以我填写否。好，如果你填写是的话呢，你可能会被额外收取一些交易手续费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这个我的雇佣关系的部分的话呢，就填写你公司的一些资料就可以了。好，那财富来源的话呢，因为我们刚刚写雇佣关系嘛，所以我们这边一定有工作收入。那其他的收入的部分的话呢，你也可以照实的勾选。好，那账户资料的部分的话呢，你的基础货币我建议大家都是使用美元因为美元是最流通的。那有人会说，那如果我是使用美元的话，那我可以买港股吗？我汇款进来是要汇美元还是要汇港币？那大家可以汇美元进来，那盈透证券里面它是有换汇的，所以你可以将美元换成日币或者是港币都是没有问题的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安全问题的部分。那安全问题就是你打电话给客服询问问题的时候呢，他会问你这些安全问题。但是如果你安全问题忘记了，也没有关系哦，你可以跟客户讲说，你可以问我其他问题吗？这样就可以了。OK， 好，那填写完之后，你就要点击继续。好，那接下来你就来到这界面它会寄一封简讯到你的手机当中，你就把你的手机的验证码把它输入进来，然后按提交就可以了。那账户类型的话呢，我就选择保证金账户。好，因为保证金账户它是可以融资的，那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违约交割的事情所以我这边的话呢，我就选择保证金的账户。那接下来是收入和资产值的部分。那如果你要开通美股选择权的权限的话呢，它有一个特殊的填法你可以参考我的方法进行填写那基本上就是你的资产净值要大于你的流动资产净值，然后呢要大于你的年度净收入。好，那这样填写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审核通过了。那投资的目标和交易目的的部分，因为我要开通美股选择权，所以我这边的话呢要选增长跟从活跃交易和投机中盈利，这两个要勾选。好，那接下来我们往下滑，这边有个交易经验的许可，就是要让你去选择你想要投资什么样的商品。那这边的话呢，我有勾选债券、期权，还有股票，还有加密货币的部分这是大家都蛮喜欢投资的一些标的那债券的部分的话呢，大家可以参考我的填法。那股票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部分。那股票这边的话呢，也可以添加其他的国家像是你可以添加欧洲、香港、日本、澳洲等等的。那如果你没有想法的话呢，你也可以先不要填写，那你之后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进行申请。那期权的部分的话呢，你就可以照我的方法进行填写好，那加密货币的部分的话呢，因为我也想要投资加密货币，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加密货币也有把它加入进来。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往下滑。好，那往下滑的话呢，这边有个归管信息，它就是问你说，你是不是一些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士或是大股东他怕你进行内部交易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都填写否。那接下来就是股票的收益增强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是如果你有参与的话，好，那你的购买的股票它券商就可以借给其他人，那你就可以借此来获得一些利息。那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风险，那就是这个股票收益增强计划，它是没有纳入 SIPC 的保障。那 SIPC 是什么东西呢？是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协会，那它可以保障我们账户50万美金的一个额度。那如果你有借这些股票出去的话呢，它是没有纳入这个保障的那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呢，你要不要参加这个计划呢，就要自己去衡量咯。好，那下面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你是从何种途径去认识我们的，那这边的话呢，你就可以写推荐，然后写盈透证券的推荐计划。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填写 W8 并表格。那 W8 并表格就是我们这些国外的非美国人士要填写的一些税务的资讯，代表我们不是美国人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一定要填写。
好，那这边比较好的地方就是盈透证券已经帮我们填写好了，我们只要勾选就可以了。首先下面这边有一个叫做协定优惠资格，这边的话呢，我们要勾选我不能享受美国的税务协定优惠。好，因为我们台湾跟美国是没有任何的税务协定，所以我们这边要打勾。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往下滑。那往下滑这边的话呢，有2个是，我们也是把它给打勾。然后下面的话呢，要签署你的名字。好，那如果你确认无误的话呢，你就把你这个账户名称的名字给填写下来就可以了。然后点击继续。好，那接下来你会来到这个界面啦。那这界面就是跟你讲说，我们这个加密货币它不是使用盈透证券购买的，是盈透证券跟另外一家厂商就是这个厂商它所提供的服务，所以你是使用这个厂商来购买加密货币的。那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呢，你就在这边填上你的名字，然后点击继续。好，那接下来我们会来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就是跟你讲说，加密货币它也是没有受到 SIPC 的保障那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呢，那你就把名字给填上来，那如果不能接受的话，你就按返回，然后把那个加密货币的权限给取消掉就可以了。好，那你就来到这个界面啦。这个界面的话呢，就是再次要你去阅读和签署一些协议，那我们就一直往下滑，然后把我们的名字给签上来，然后按继续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你就聊这个申请的状况。首先你会看到绿色这个框框它有跟你讲说你的账户可以获得新客送股的这个优惠。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确认，就代表说你有用到我的专属连结。好，那接下来这边的话呢，你要上传你的证明文件，但是呢，你通常进来这个画面你是没有看到证明文件可以上传的地方，这时候呢，你就要按 F5。那你按 F5 之后呢，它就会跳出下面这2个要你上传的文件一个是居住地址，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好，那我们要使用身份证嘛，然后我们要一键，然后呢2个证明，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呢就使用身份证明文件，这边点击它的上传文件。好，点击下去之后呢，这边左边有一个叫做国民身份证，你点击国民身份证，然后我们把国民身份证呢的正反面都上传上去。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下面有这个勾勾一定要打勾，这叫做该文件还提供有效的当前地址。好，这个打勾下来，你只要上传身份证它连地址证明文件都会一次搞定。OK， 所以我们打勾之后呢，按上传就可以咯。好，那上传之后呢，你就来到这个界面，那这个是他们的 CEO， 就是他们的执行长他跟你介绍一下他们的盈透证券。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等待完成。那你等待完成之后呢，如果你发现这个他写说我们的自动化系统无法处理你的国民身份证，也就表示说他们的 AI 无法识别我们刚刚的身份证，那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发现好像通常都会发生这个状况。你只要在下方勾选这是正确的文件，请提交，然后呢申请人工审核就可以了。好，人工审核也不会花很多时间，也是一样，大概花3天的时间就可以审核通过咯。好，那这边的话你就点击继续，接下来你就要等待大概2到3个工作天，你就可以开户完成咯。好，那如果你觉得2到3个工作天太长了，你想要更快的开户完成的话呢，你可以点这个创建存款通知。你点击下去之后呢，它就会来到这个界面，那你就可以开始进行入金的流程。因为你只要提早入金，那 IB 盈透证券就会把你这个账户设为优先等级，然后优先来审核你的账户。好，那要如何入金呢？那就是我们下一个单元要介绍的。那这个步骤的话呢，就是我们大概已经开户完成了。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 IB 的官网，然后呢点击右上角这边有一个语言的部分，我们选择中文繁体，点击下去这边有个登录，然后呢点击客户端登录，点击下去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啦。那你就将我们开户的用户名跟密码把它填入进来，然后按点击登录。点击登录这边它会寄送一个验证码到你的手机当中，你就将你的验证码给输入进来，然后按点击登录。好，点击进来之后你就来到这个界面，那接下来我们就点击左下角这边有个存款，我们把它点下去，点下去你就来到这个界面啦。这界面有一个叫做查看说明，好，那这边的话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好，但是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左上角这边有一个存款，旁边不是有一个账户号码吗？这就是你的专属的账户号码，这个要记下来，因为我们等一下电汇的时候呢要使用。好，那我们存款方式的话呢，就是使用银行电汇。好，那我们银行电汇这边有个叫做查看说明，我就把它点击下去。好，那点击下去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呢，就是提醒盈透证券，你有一笔钱要汇入进来，是有什么样的银行，然后什么样的账户，然后汇入多少钱进来。你有填写这个的话呢，盈透证券才会收这笔款项。首先这边有一个叫做保存银行的讯息，我们这边填写是。
好，因为只要填写是之后呢，你把这些资讯就可以存起来。之后呢，你要再入金进来的话呢，你只要调整这个汇款金额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要填写是，然后汇出机构的部分的话呢，就填写你要汇出银行的 SWIFT code。那 SWIFT code 的部分的话呢，我会放在下方的留言栏，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查询。就像是假装你是使用玉山银行，你就填写玉山银行的 SWIFT code 就可以了。好，那账户号码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你汇出银行的账户号码。假设你在玉山银行有一个外币账户，那你的外币账户的号码就要填写在这个地方。好，那接下来的话呢，这边有问你说你的银行机构是不是位于中国或是中国香港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填写否，因为我们台湾嘛，基本上我们的银行机构都是在台湾。那接下来的话你就填写你的汇款金额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点击查看电汇说明。好，那你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就是你的汇款的资讯。那这个资讯你可能第一次看到你不知道要如何填写，没关系，我教大家如何进行填写。首先我们要先了解的就是我们在汇款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台湾有一个银行，那这个银行里面有我们的外币账户，那我们要把这个钱呢汇到海外过去，那我们就会汇到海外的一家收款银行。那我们就是用电汇的方式汇过去，那我们汇过去当然要汇到这个银行当中的一个账户嘛，那这个账户呢的收款人就是银透证券，所以是银透证券这家公司，它在这个收款银行它开了一个账户，然后我们将这个钱呢汇到银透证券这个账户当中。那这汇到这个账户当中，那银透证券要怎么知道这笔钱要给谁？他就会看我们的附言，我们附言上面就要填写我们的8码的账户号码跟我们的英文姓名，这样子银透证券收到这笔钱之后呢，他就会看这个附言，他就知道这笔钱是要给哪一个客户。OK，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填写呢？我们的收款银行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Citibank N.A。那收款人的部分的话呢，就是银透证券的英文名字。那账户号码的话呢，是银透证券在这个收款银行当中它所开立的账户号码，并不是你自己在银透证券开立的账户号码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在银透证券的开立的账户号码是 U 开头的账户号码，我们是要填写在这个8码的账户号码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星光银行的电汇单来进行填写。那我们星光银行的电汇单就是在左边的地方，那我们将右边这个地方呢一起来做比较首先呢，你要汇款的时候呢，这边一定要有一个叫做收款行，那收款行就是 Citibank N.A， 就是美国的一家银行那再下来它的收款行的地址就是这家银行的地址。那代码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刚刚这边也有填写把这个移过来就可以了。那收款人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银透证券不是你，收款人的话呢是银透证券的名字那账号的话呢，也是银透证券在 Citibank N.A 这个银行当中它所开立的账号，并不是你自己的账号。OK， 那英文地址的部分的话呢，是写银透证券它自己的地址，不是你家里的地址。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写银透证券的地址。那我们要如何知道这笔钱要给谁呢？就是看我们的附言。所以呢，我们前面这边收款行、收款人大家都一样，我们只有附言是跟大家不一样，我们就填上这4个英文字母，然后呢，把你的 U 开头的账户号码填进来，然后呢再填上你的英文名字就 OK 了。那这个英文名字就照着你的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第三个名字这样填上来就好了，你不要刻意把它倒过来，好不好？因为这边我遇到很多人他们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这边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好，那收款地区和国别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U.S.A 因为我们是要汇到美国过去的，所以这个收款国别的话呢，就是美国。好，不是说什么你想要投资香港，所以呢你这边要填写香港，没有，你还是填写美国。好，那你这边填写完之后呢，接下来大概2到3天的时间，你的银透证券就可以收到这笔现金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IB 银透证券呢，它不是有交易手续费吗？而且它的最低交易的手续费是1块钱美金，对小资主是非常的不划算。那这边我要回复的就是它只说对一半。没错 ，IB 银透证券有最低的交易手续费，但是呢，它的最低交易手续费不一定是1块钱可能是 0.35 块，也有可能是1块钱美金，看你是选择阶梯式的交易佣金还是固定式的交易佣金。而且它除了最低交易手续费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叫做最高交易手续费1%的这个限制。而且最高交易手续费它的优先等级是高于最低交易手续费的
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比较容易了解了。假设你现在想要买一个 Apple 股票，那 Apple 现在的股价呢是120块，你打算买0.1股，这时候呢，你的交易金额就是12块钱嘛，对不对？那请问你这12块钱的话呢，你的交易手续费是多少？你的交易手续费不是1块钱每记哦，你的交易手续费是12去乘上1%，也就是0.12块钱。那0.12块钱就是它的最高交易手续费。那最高交易手续费呢，它的优先等级啊是高于最低交易手续费的，所以你这次的交易手续费啊就是0.12块哦。好，那以上就是 IB 盈透证券的常见的 FQ&A。那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那我都会一一的进行回复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教子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这一次 ，OK，这一次。